一年呢都会回购好几件的轮廓版型最大牌，我真的是无需试穿，直接拿走买单。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优衣库资深买家今天又上线了，打算来跟你们盘点一下他们近30年以来最值得买的10个大师级的神级作品。这些单品真的是我每一年呢都会回购的，非常的好看又很好穿。那今天就更加深度的跟大家来聊一下，为什么这10个单品呢可以称作是大师级。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呢，我是一个目前居住在美国洛杉矶的大龄女学生，目前呢在学习时装设计方面的课程。每周我都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时尚穿搭或者说护肤保养还有生活家居类的好物分享，也会时不时更新一些我日常的一个学习跟生活的 vlog。 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呢，可以稍微的订阅一下这个频道，然后我也有自己的微信群，想要加入这个群组的朋友呢，也可以点开视频下方信息栏去查看。OK， 那其他不多说，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首先第一个单品呢就是摇粒绒外套，也就是今天我身上目前穿的这一种带拉链的款式。它真的就是我跟老田每一年呢都会回购好几件的，非常的柔软舒适，而且呢特别的保暖。那优衣库的话，他们最早推出这类型的款式是在1994年的时候，然后真的是每一年呢都会在款式设计啊，或者说材质面料上面呢去做一些优化的处理。那2024年最新的一款，也就是目前我身上穿的这一个白色的款式，这件也是近期我去到店里面回购的。我原本最想要买的是新出的那一个橙色，但是店里就没有我想要的尺码了，而且当时这件白色呢也是整个店里面的最后一件，我真的是无需试穿，直接拿走买单，完全不会退流行的设计，并且领口的高度呢也不会做得过高，既可以有效的保暖，但又不会挑脖子的长度，包括袖子跟衣摆它都有那种内凹的收边细节，所以呢可以起到更好的挡风的作用。两侧的大口袋也特别的实用，而且像我身上这件2024的款式呢，它这边是做了很复古的一个插肩袖的感觉，你穿的宽松大件一些，真的很有美式复古、美式学院复古的那种气质。那目前这款衣服呢，优衣库已经是用100%的再生材料来制作了，甚至就是细小到拉链扣这种东西他们也用了98%的再生的材料，是跟江苏那边一个工厂合作的，把塑料回收再利用专业技术做成再生纱线来做这款衣服。那摇粒绒外套它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面料外侧的一个起毛的处理，它一定要在起毛机上反复处理之后呢，面料才会变得又蓬松又柔软。但如果次数过多，那么外侧的这种毛绒会变得更加容易掉落。所以其实看似一件非常简单的这种基础款的衣服，其实对于工艺的要求呢是很高的，要在舒适度、亲肤度跟耐用度之间呢把握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掌握了一个黄金比例之后，它才能够把一件摇粒绒外套呢做得足够的完美，足够能让消费者产生每一年都复购回购的这种想法。你比如说我去年不对，现在应该说是前年了，买的这一件拼色的黑灰拼色的摇粒绒外套，我跟老田真的是穿到现在。因为他家这种拉链款式摇粒绒外套基本上都是男女同款的设计嘛，小几十美金的这种价格，老田几乎天天在家穿，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呢前段时间又给他回购了一个这种黑色的半拉链的款式。无论是常规系列还是说日常的像是 U 系列 C 系列这类型的合作系列，牛仔裤呢我真的是买过他家非常非常多的了，要从众多的这种款式里面挑出一款我觉得最 top 最值得买的，还得是这一条宽版的直筒牛仔裤，因为它是最不挑身形，也完全不会挑年龄，并且是一年四季都通用的一条牛仔裤。整体的轮廓版型来源于70年代和90年代的那种经典牛仔裤的风格，带有一些复古的气息，线条呢简洁又利落，不会过于的宽松，同时呢在膝盖以下保持恰到好处的一个宽度跟直筒的剪裁，
细节到侧兜的一个开口，以及说背后的贴带的位置跟大小，所有的比例你一穿在身上呢，就能感觉到是经过了非常仔细的一个考量的。穿在身上整体就是有一种非常舒适的那种平衡美感。然后优衣库的牛仔裤创新中心呢，其实就是设立在洛杉矶的，洛杉矶也可以算是牛仔裤的一个发源地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些经典款的牛仔裤也是每一年呢都有在细节上面做一些优化跟微调的。那这一条呢，让我最喜欢的地方大概就是水洗的颜色，除了这一条 navy blue 很深的蓝色调之外呢，也有米白色、浅粉色以及一个很偏白的浅蓝色调。这类型的牛仔裤呢，你看上去就会更加的 dress up 一点点。如果 dress code 没有那么严格的公司啊，我觉得你穿它去通勤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本身它整体的裤型就是非常支棱、非常有轮廓感的，哪怕你上半身去搭配一些力挺一点的小西装、羊毛外套等等这些，它也都可以 hold 得住。如果看我视频有一段时间的小伙伴都知道的，他家很多裤子我都是至少拥有2-3条以上的类型。那说到裤子，第3个我觉得非常值得买的单品呢，就是 Heattech 系列下面的这一条加绒的卫裤，尤其适合就当下现在的一个季节。那 Heattech 这一条产品线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围绕着2个字而开发的，那就是保暖。而这条卫裤我愿称之为 Heattech 系列里面最保暖的一条神裤。讲真的，咱们作为消费者，你走到店里面看到这条裤子，上手一摸，你就会觉得说 OK， 就是一条加绒的卫裤嘛，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平凡，对不对？但其实这条裤子它在面料处理上面真的做了非常严谨的考量。首先它内层的这个绒毛层真的是做的特别的厚实的，但是呢它并不是完全平滑特别 smooth 的那种设计，而是由超细纤维交织而成的一种结构。那这种结构呢，它可以创造出很多细小的空间，让暖空气呢在里面有更长时间的一个停留，从而呢起到就是持久保暖的这种作用。然后它外层的一个 Heattech 的面料呢，又能进一步去阻止暖空气流失掉，所以真的就是一条从内而外吧，全方位的保暖发热裤。那穿这一条的时候，你里面真的不需要再去穿什么保暖裤袜、保暖内裤这些了。通常来说，里侧做了加厚加绒设计的裤子呢，穿上身总归会显得比较臃肿的嘛。那这条呢，它为了尽可能实现美观好看，用到的是一块完整的面料，已经尽最大程度做出了一个怎么说紧凑又不显臃肿的剪裁轮廓了。但是我个人讲真的，我还是会比较推荐大家去买深色系的，比如说我手上的黑色呀，或者说深蓝色这些，因为它毕竟比较的厚实嘛。如果说你买浅色系，但是又不想穿得过于的贴合的话，那浅色的裤腿它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堆积面料堆积的感觉，从而呢造成视觉上一个显臃肿的视觉效果出来。除此之外我上网做了一些 research 之后才知道说，它为了让这条裤子做到真的全方位上上下下内内外外都足够的保暖，在内袋的材料设计上还做了一个细微的调整。你的手掌进入侧兜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它手背这一侧跟手掌这一侧用到的面料是不一样的。里侧也是有一个微绒的面料，所以你手掌滑进去的时候是能瞬间感受到温暖的。填充类的偏保暖高性能的夹克设计呢，基本上都是以轻便但保暖呢为设计理念的，主要呢分为2个大类。第一个呢就是 Pooftech 系列。 Pooftech 的话，它里侧的一个填充物是那种高性能的合成纤维，可以非常有效的去模仿羽绒服，就是羽绒填充的那种蓬松感，同时又避免了就是传统的羽绒服在那种潮湿环境当中失去保暖作用的一个缺点。然后它外侧的这个面料不但是防风防水的，又有一个很好的这种透气性，可以随时帮你调节身体的体温，避免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比如说容易感到闷热这些。然后另外一个类别呢，就是这一个Ultra Light 的羽绒夹克超轻羽绒服。这个类别呢，它跟 Pooftech 一样，同样也是非常轻便又保暖的，但是呢它里边用到的一个填充物就是很高品质的羽绒，并且填充的比例是 90% 的羽绒加 10% 的羽毛，这样的一个黄金比例，可以最大限度的去提升它的保暖性，同时呢又兼顾轻盈跟舒适的这种穿着的体验。那羽绒服它衡量填充羽绒的一个品质的标准呢，就是 Feel Power。这个数
数值越高，那羽绒中含有的那种空气越多，保暖性呢就会越好。然后优衣库他家的这个超轻羽绒系列呢，填充能力是超过了750 feel power 的，属于高品质的一个羽绒，而且它外侧整体的一个防风防水性能呢同样很好，包括就连外侧你比如说它用到的这种缝线的材质本身呢也是一个防水的材质。再就是同样它也是收纳起来非常的方便省心的，夹克里面呢同样也是有给你附赠这种超级轻便的收纳袋。那这款呢是老田前2个星期看我买了一些优衣库他家的这种填充性质的保暖外套之后呢，心痒痒也很想要买。然后当时我们俩走进店里，真的是一眼被这件夹克就羽绒小马甲它的颜色呢给吸引住了。我后来回家在网站上面一看，它这个颜色在官网居然叫做 Grey， 我想说这是哪门子的 Grey 啊，明明是一个超级清新的那种淡淡的蓝绿色系，有一点像是介于了 Tiffany Blue 跟湖水蓝之间的那种灰度，其实很浅很少，穿在身上真的很耐看。我自己也很喜欢嘛，所以呢就撺掇着老田买这一件，想说我平时想穿的时候呢也可以穿一穿。尤其你拿它搭配上白色之类的单品哦，真的太清爽好看了，显得整个人都白白净净的，然后肤色呢也非常的透亮，很有光泽有营养的那种感觉。再下一个超级值得买的肯定就是这一款小圆领样式的美丽诺羊毛针织衫。这件我今年也是买了2个不同的颜色，除了说它穿在身上真的很好看，然后衬托的肤色也很好看，搭配方式很多等等这些方面之外呢，今天想要更多的跟大家聊到就是这一款针织它的一个工艺感。首先它用到的是一个100%的极细美丽诺羊毛，那极细美丽诺羊毛它跟普通的美丽诺羊毛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纤维的直径非常非常的细腻，大概也是只有头发丝的1/4。那这种细腻的纱线，它除了说纺出来的衣服更加的柔软舒适，它也会有一个更加好的这种面料的光泽感，并且呢就是在染色之后颜色也能够体现的更加的生动。而且这一款衣服他们为了说让整体染色之后那个色彩的均匀程度跟光亮程度达到足够满意的一个状态，他们是把羊毛在纺成纱线之前就直接去染色的，而不是说等羊毛纺成纱线之后再做染色。这样子的一个工艺呢，它就能够让颜色更加的持久，而且呢更加的有层次，并且绝大部分的羊毛就是日常打理起来会比较的麻烦一些嘛，但是呢这一款他们也是做了一个预缩水的处理的，它可以机洗，并且在机洗之后呢是不会出现缩水的这种情况，起球的情况呢几乎也是微乎其微，我日常生活当中真的都是有在穿的。另外让我感觉到比较 appreciate 的一点呢，就是衣服本身你比如说衣身上面的针织的部分是由机器完成的嘛，但是呢每一片之间的这种连接他们是手工去做的，就是为了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足够的精致，然后足够的耐看。反正这2件吧真的是今年我买的所有的优衣库单品里面我个人满意度超级无敌高的，也是那种穿在身上真的远超它实际的一个价格，你能够穿出非常日常休闲的搭配，也能够利用它们去做那种很有精致感非常 dress up 的那种穿搭。再下一个每年我必定回购的肯定就是优衣库 U 系列里面的这一件 Arism 的棉质圆领长袖 T 恤。其实无论是长袖还是短袖吧，我真的都很喜欢穿。一句话总结就是在20几刀的这个价位上面，你能买到的质感最好，轮廓版型最大牌，最耐穿且最不容易变形的一个基础款的 T 恤，真的毫不夸张，它打折的时候甚至可能都不到20美金，长袖短袖我都已经买过很多不同的颜色了。而且这几年我自己买下来，我会发现说 U 系列这件 T 恤真的能够让我感觉到哪怕是基础款，它也是可以去不断的做一些优化，不断的升级的。你比如说我手上这件蓝色的，它是2024 U 系列里面的一款嘛，它的领口这边以及说袖口这边，你摸在手上就很明显的会比前2年的更加的厚实啊。所以哪怕这种 T 恤
你平时就是单穿的时候，它也显得足够的干练有型，而且宽松的袖管呢有那种现代感十足的廓形感，并且这个 T 恤它所有的颜色真的调色都做得很好看，色感特别的高级，会让你觉得说有深度，不是那种特别平面的。加上 Arism 它本身的这种面料我觉得也能够让它的色感呈现显得更加的有层次一些。它不仅仅能够让你的皮肤感觉到一些清凉顺滑的那种感觉，表面呢能够呈现出像是精致棉的自然的质感，但是呢又能够让整件衣服显得很干净的利落，并且是有自己的一个廓形跟版型在的。至于搭配上的话，它可能性真的可就太多了，之前各种视频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不同的搭配的方法，越是基础的款式吧，你穿搭搭配起来的玩法呢真的就是越多。如果你是一个运动达人，或者说你平时就很喜欢一些户外的活动的话呢，那么真的强烈安利你们去买他家的这个 Dry X 的系列，因为优衣库的 Dry X 技术其实就是专门为运动以及说比较高活动量的那种户外的场景呢设计的。这种高性能面料它的核心技术点就是快速吸湿排汗，透气凉爽，以及呢抗异味。所以老田对于这个系列的回购真的就是都不用说是每年每个季度都会买那么几件，能够让你在做一些非常高强度的运动项目的时候一直保持一个干爽舒适的那种穿着感，而且呢就是不会有那种很难闻的味道出来。那这款的话呢，我最近才发现说他们又推出了一个 light 的版本，那件老田就是现在都还穿在身上，我就不拿过来给大家看了。它这个系列里面的 T 恤其实上面都有这种网眼的设计，而经典版就是原版的那个，它是在根据你身上不同就容易出汗的部位而做了不同的那种面料的区分的。而我手上这件绿色的就是 light 的版本呢，整件衣服上面呢都是这种非常透气的条纹针织的面料，穿在身上吧，它整体的那种运动感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强，所以就是除了日常生活当中真实的运动的时候来穿，你日常搭配呢，我觉得这款 light 的版本呢也会更加的好用。最后一个压轴单品也是我真的每一个季度都会买的，就是 Built-in Bra Top 这一个系列了。我已经攒了很多不同的款式，我就随便拿2款出来呢跟大家分享。那一体式这种 Bra Top 的设计，我最喜欢的就是真的解决了，尤其是在春夏天我这种又很不喜欢穿内衣的人的一个穿衣服的困扰。很多背心的设计你真的就是夏天单独穿都没有任何问题的，里边完全不用再穿内衣，它不会有激凸啊，或者说显得胸型不好看这方面的困扰。然后像前面这种比较短一点的背心的样式，几乎就是可以取代我很多内衣在衣橱里面的那种作用。自然的支撑感，它既不会说一下子让你的罩杯好像大了2个 size 啊，或者说显得你过于的丰满，但整体的支撑力呢又是刚刚好，并且呢在下围这个地方，它因为都是没有加那种什么固定的钢圈的嘛，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束缚感，但是呢穿的时候又能让你感到足够的安全。而且 Built-in Bra Top 大部分这个系列他们用到的都是 Arism 的这种面料嘛，所以吸湿排汗速干等等这些功能点呢也都兼具了，并且包括肩带这些呢它也都是这种可以调节的设计，所以真的就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还有一个非常难得的就是基本上你看它外侧的这种面料的边缘以及内侧的 bra top， 你穿在身上之后你是完全看不到胸衣它整体的一个形状的，它也是可以很好的把罩杯隐藏在里面，都是通过无缝技术去整合了内衣跟外侧背心的这种面料，也不会有一些奇怪的隆起啊或者说拉扯感这些，所以背心本身你穿在身上的一个线条啊轮廓都是非常流畅的。OK， 那以上10个呢就是我个人认为非常有技术含量的这种优衣库的大师级的单品，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有买过其中的几件。如果说你也有那种你心中觉得说特别王炸类型的优衣库必买的单品呢，也可以随时就是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就相互种草一波。然后新的一年呢，我希望自己也可以更多的挖掘到就是优衣库他家特别宝藏的单品呢来跟大家分享。 OK， 那差不多以上这些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视频。然后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视频呢对大家还有一些参考的作用的话呢，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的视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最后的最后，一如既往的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然后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